原本这条路上停了很多的房车，最近好像只剩了寥寥无几了，大部分都开到外面去野营露宿了。祈福新村村内的很多组团啊，就跟天湖区差不多，四周呢起了一整排的高楼，中间呢就围一个人工的水池啊。虽然这个水池呢并不深啊，也不是让大家到里面去玩耍的，也是一汪水池啊。有些水看上去感觉好一些。我们来走一条内街吧，这个就是祈福最老的居民区了。嗨，大家好。下午天气啊，出太阳了，可是昨天晚上是整整下了一夜的暴雨。这个天总不好说，现在其实照样是天气预报下雨的状况，我等不及了啊，还是准备出来骑会儿。其实这几天都是因为天气不好啊，一直没有出来骑车，就感觉怎么也得动一动了吧。好，现在我要爬一个19号街的坡，才上了一个坡，抬头看见迎面的天上啊都是乌云密布，突然好像太阳光也不见了。感觉今天还是不要跑到外面去骑为好啊。那我们就在村里随意的骑行一下吧。好，现在呢我就在祈福村内的19号大街，从这条街呢往东骑行。感觉起风了。其实前一阵子呢受到台风的影响，结果台风在浙江沿海登陆，就造成了附近啊狂风暴雨。结果这个台风拐了个弯北上了，今天听到东北那边开始下大暴雨。感觉这个台风搅动着整个华东、华南、华北乃至东北地区的气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这条路上停了很多的房车，最近好像只剩了寥寥无几了，大部分都开到外面去野营露宿了。这个前面还有那么2台。
现在我在祈福村里啊，沿着19号大街由西往东骑行，准备进到天湖居里面转一圈，然后呢，再到哪里去转转啊？村巴从前面过来啊，这是8号线。好，现在我准备右拐入天湖居里面去了。现在呢，已经是7月中旬了，无论是大学生、高中生还是初中小学生，都已经放假了。接下来呢，最起码有1个半月可以结结实实的在家里休息。当然，大家应该不会闲着啊，该补课的补课，该出游的出游。当然，更多时候呢，可能就是孩子们成群结伙的啊，在村里玩耍。我的右侧呢，就是天湖居的侧门。那今天呢，我就不骑到外面了，等一会儿可能真的要下雨。这里地还都湿的。祈福新村村内的很多组团啊，都跟天湖居差不多。四周呢起了一整排的高楼，中间呢就围一个人工的水池啊。虽然这个水池呢并不深啊，也不是让大家到里面去玩耍的，只是一汪水池啊，有些水看上去感觉好一些。
从田火区里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外面。住在启福新村的朋友呢都知道，现在我的右侧呢已经到了启福新村最东面，有一片小山丘，这里应该算是启福新村最东面的地段了。右侧呢有一座山啊，好久没来爬了。从这边开始呢，就是启福新村最早建的一片社区，这边都是一些联排的别墅啊。你看左侧的这些房子呢，都是2、3层楼的联排屋，直接带个小院子。马路的右侧呢，就是一片山地，所以住在这样的地方呢，还是比较原生态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们来走一条内街吧，这
个就是祈福最老的居民区了。你看啊，这一道呢并不很宽，那边呢停了车以后还留了一条车道，但这边的房子呢就是应该就是30年有余了吧，都是联排的房子，带一个门前的小院，面积呢应该在接近200平方左右吧。这一家人来住呢应该也是够的了。到了这边呢，就接近了旧会所的地方，这边有些体育的设施，球场、游泳池等等，所以这边的房子呢，看上去显得更大一些，感觉应该算是独立的吧。面积应该在300多，可能以上。今天偶然刷到了，就说这个祈福新村当年刚开盘不久的模样啊。当时应该在1993年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还专门到这边来参观。据说当时只是听人家说这边有一个大的屋村，规划的不错，他打算停留3分钟，但结果呢花了1个来小时，最后还留下了一句赞美，就说这才是全国第一村啊。所以全国第一村呢，就由此就名扬国内外了啊！大概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现在呢，我是对着旧大的门啊，最老的9个新村的门。这条应该是虎华路啊，一直出去。出了大门以后呢，就是热闹的商业街道。现在是缤纷汇的2期的项目，当然吃了很多的高楼。好，我们就不去那么远了，就在这里转一转就好了。右侧呢就是老的会所、游泳池、各种体育设施等等啊，也有一些商店吧。但是大的商业、商场等等的都到了村外了。你看啊，虽然是窄小的街道，两边的房子呢也不是很起眼啊，但是呢，这边还是绿意葱茏，门前呢有树啊，很多绿植，还有很多人家里也种了一些花，就感觉还是挺温馨的。
还有不少家可能已经卖掉了新入住的人就在这边进行装修。确实这个房子如果不装修的话呢，就居住条件还是差了一些。这边呢就是又一个门可以出到村外的，但是我们还是在村内骑行吧。我的左侧呢就有一段楼梯可以爬到这个山上去啊。今天呢就只是在村里随意的骑一下日常的骑车锻炼主要是因为你看前方天都黑了，估计一场暴雨很快就来临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去跟老天争时间了，就在村里随意的骑个几十分钟就回家去。前方呢，在一家人家的家里建了一个基督教会，你看正儿八经的挂着红十字。我相信呢，这个是祈福新村一个公认的教徒聚会的地方吧，也是番禺应该有8、9个这样的教徒聚会的其中之一。明显的风大了，天好像有更暗了一些。祈福新村呢，它有自己的一个管理团队有祈福的物业，它是在香港上市的，它底下包罗着医院、医疗的当然也包括很多会所，更多的呢就是缤纷会祈福名都下面的只租不售的物业。就那些商铺，就是这方面的经营所产生的收益。那当然了，这个巨大的祈福屋村的保安、园丁，还有各种上门服务的员工都包罗在这个管理公司旗下。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公司赚钱到底如何。但因为是一个上市公司，我相信他也会认真的经营吧。
热车这些应该是独立的别墅吧，有好多家正在装修啊。它正对着左侧的中旅园，这边环境还是不错的。最主要是这条马路够宽啊，两侧停满的车，但是还是中间有足够的车道可以往来通行。刚刚出门的时候呢，是看到东面的天上多是乌云，但现在你看啊，西侧这边呢也是黑麻麻的一片呢，看来这场雨应该很快就会下下来了。原本还想多骑几圈的，但看到确实天气不佳，想着一场大雨就有可能扑面而来了。我觉得还是见好就收吧。今天只是在村里随意的骑了一段，活动一下身体而已啊。等什么时候天气好转了，可以出到外面去骑行了，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这个呢就在村里闲逛，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改日再见了，拜拜。